上一集我们讲到李郭交兵，李郭交兵的意思就是李傕和郭汜他们两个内斗起来了。上一节我们讲到了第41页，李傕和郭汜答应讲和了，这时候张继出来了，张继出来当和事佬来讲和就把这个汉献帝、皇帝和大臣都放出来了。然后呢，张继就准备带着皇帝回皇宫啊，但是呢，长安城已经破烂不堪了，已经被那个李傕、郭汜他们给烧掉了，烧杀抢掠，已经没办法还有皇宫的这个气势了，就没办法了。就是说，那我们就迁都到洛阳去，洛阳就是原来的，相当于是原来的他们的首都啊，皇城啊所在地啊。然后呢，这些车呢，刚刚带着皇帝的这些车啊，你看，这是这个车马呀，刚刚过了华阴县啊，后面喊声震天。原来呢，郭汜呢把这个张继给骗了，他又跑回来了，准备又把皇帝劫了，又回梅坞。献帝和这个百官大惊失色呀，正在这个追兵慢慢都追进来了，大家都正在惊慌的时候，突然有一支军马来救应了，原来是杨凤，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反叛李傕的那个杨凤啊。他听说汉献帝过来了，就来保驾来了，两军就摆开阵势要准备打起来了。然后郭汜呢就让这个崔勇出马，两边就打起来了。没想到这个崔勇不行啊，一下子就把他杀了。杨凤就趁势掩杀过去，这个郭汜大败退走了20多里。杨凤就收了兵领着那个内援猛将来看汉献帝了。汉献帝说：“这位是谁呀？”杨凤就说：“他是河东阳郡人，姓徐名晃，字公明。”徐晃也是三国时代一个比较出名的猛将啊。当然后话我们再说，他是投降了曹操，归顺了曹操。汉献帝呢，当晚上就住在了杨凤的这个军营里头。这郭汜呢输了一仗，第二天呢又领着追兵赶过来杀过来。这个徐晃呢一马当先，就把他们打起来了。但是郭汜的大军人还是蛮多就把汉献帝和杨凤困在当中了。正在这个时候，突然东南角喊声大震，国戚董承也带领着一支人马冲杀过来。这些人还都是要保护皇上的保护他们的皇帝的，东汉的皇帝汉献帝的。徐晃看来了救兵了，这下子这个力气又来了，开始反击了。郭汜抵挡不住，大败而逃这个董承看到了汉献帝，安慰了一番他是国舅呢，董承是国舅呢。然后连夜起驾，我们赶快到洛阳去。这个郭汜呢打了半天，收拾败将败兵回去。然后呢，结果又碰到李傕了，两个人呢又兵弃前嫌了。李傕和郭汜又合兵一处，又准备去追杀汉献帝了。然后李傕呢在左，郭汜在右，然后开始拥过来了。杨凤和董承两边都开始死战，保护着皇帝保护着皇后，开始逃跑，赶快往洛阳城方向去跑。这个时候呢，李傕和郭汜呢一路就追杀到了弘农这个地方，还抢了不少的百姓把老弱病残的都杀了，青壮年呢把他们充军入伍，还逼着他们去打头阵，叫敢死队敢死军。从此这个乱兵就越来越多声势浩大。杨凤和董承
抵挡不住啊，只好派人下了一个诏书到河东去招，叫韩宣、李乐、胡才，这个3处山寇啊来救应，都是什么山贼呀。然后又跟李傕和郭汜去讲和，其实是缓兵之计啊，去讲和啊。那边请救兵这边缓兵之计。发现三国里头孙子兵法用的很多啊，各种计谋。然后这3个山贼受到这个赦罪了，又给他们赐官了很高兴，就来帮董承来了。李乐一军首先赶到，然后郭汜呢远远看见，他也挺有计策的。然后这些兵士呢，把抢来的衣服啊、财物啊丢在大路上，目的是什么呢？这后面就知道了啊。李乐实际上是一个山贼嘛，这都是毛贼，看到地上有衣服啊，有这个财物啊，就赶快去抢，一下子这个军队的阵型就没有了李傕和郭汜就趁机从四面八方就杀过来了。那打了一阵，这个李乐就不行了，就逃跑了。结果没想到这个另外2队的韩先、胡才两边又赶过来了没互相践踏，死伤的人马不计其数啊，打不赢这些山贼，水平不行。这个时候这个杨凤和董承呢挡不住了，赶快一往北逃然后这个时候后面的乱军紧紧攻过来，胡才其中一个山贼中箭落马，被乱军杀了。董承看这个情势太危急了，还有一个这个大的车运着这个汉献帝实在是跑得太慢了，逃跑得太慢了，他就劝这个汉献帝弃了车仗步行而逃没有办法了，逃跑逃到黄河边上了，这个只找到一条小船，然后呢天气又寒冷，然后这个汉献帝扶这个皇后到岸边，要下不了船，这个河岸太高了，你看这河岸这么高下不了船急得要死，都在这里哭起来了。然后有一个国舅福德乱军中拾到几匹白绢把他就当绳索一样的把他吊下船去了，就把皇帝和皇后都放到船上去了。这个时候呢，皇帝和皇后都已经救了，所以这个李乐仗剑在这个船头上面看他如果有想一块也想渡河的，就把他砍了，多惨震天动地渡过了黄河以后，那个杨凤就找来一辆牛车，让这个皇帝和皇后乘坐。多惨皇帝和皇后真是曲折命运多舛第二天，这个李乐还被封成了征北将军，把他们几个还封了官都是相当于是乱世封官两个人这两个人封了官以后，带着这个汉献帝逃到了安邑这个地方，又没有什么好的房子，都住在茅草屋里头。多惨皇帝竟然流落至此没想到这个李乐这几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人众官稍有触犯，就像这个叫流氓遇到兵不是秀才遇到兵，他们就是流氓一样的这个也只好忍气吞声汉献帝他们现在寄人篱下这一年都是大荒年老百姓都只能吃点野菜，饿殍遍野河内的太守张扬献来米肉河东的太守王毅献来了绢帛汉献帝才没有
受冻挨饿，好惨。汉献帝，汉朝的皇帝，最后的几个皇帝都是也算是漂泊一生了。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初春，杨凤和董承打算就护送车驾回洛阳了，李乐呢还不让走。李乐说：“你们要走就走，我只在这里。”然后这个杨凤和董承呢就护着这个车驾启程了，还没有走多远啊，有人说这个李乐去勾结李傕郭汜，又来劫驾了。好人不多，坏人太多。董承、杨凤啊、韩先就说：“赶快跑，赶快到下一个关啊，齐关。”李乐得听到他们的消息啊，他们逃跑的消息，没有等跟这个李傕和郭汜的这个兵会合，就亲自赶上来了。然后在那里还在那里叫啊，说车驾休走，李傕郭汜在此。献帝听说李傕郭汜追过来了，大惊失色。杨凤说：“这实际上不是李傕和郭汜啊，那是李乐假冒的。”就让这个徐晃出马迎战。徐晃可是一员猛将啊，哪跟你多说话呀？李乐哪里是对手？一个回合就把李乐砍下马来，余党一哄而散呀。车驾继续往洛阳赶啊，7月间就赶到了洛阳。这个你看，城墙断壁残垣啊，街上面也长满了高草、蒿草啊，宫殿烧的只剩一堆瓦砾啊，居民也都逃跑了，也只剩几百家、数百家居民了。没办法，太惨了，都城都变成这样了，一个废弃的都城一样。城里头又没有粮食，连尚书郎以下的官儿都跟着百姓到城外剥树皮啊，掘草根吃。体力衰弱的人都倒在路上，都早就已经死了。这个世道啊，已经很惨了。这个杨彪看到洛阳百事都不齐备，又害怕这个李傕和郭汜杀过来，没办法抵御，就跟汉献帝说到山东去招曹操来保驾呀。曹操在山东呢，听说这个汉献帝呢已经回洛阳了，就召集这个众谋士商议。荀彧呢就劝他趁这个时机赶快起兵去援助我们的汉献帝皇帝去啊，这样呢也可以收揽人心呀。曹操很高兴啊，正好这个时候要收拾起兵的时候，这个时辰也到了，汉献帝的时辰也到了。曹操收到这个诏书以后非常高兴呀，传令全军马上起兵去帮皇帝去啊。这个时候汉献帝在洛阳天天提心吊胆的，就害怕李傕和郭汜杀过来。然后有一天探马飞报，李傕郭汜的大军已经逼近洛阳了。汉献帝吓得魂飞魄散呀，又准备向山东逃跑了。这第二部分的李郭交兵就先讲到这里。到底皇帝下落如何，下场如何，我们下一集再跟大家讲。谢谢大家。